全民穿越公路求生。他们不知道，自以为私密的讨论被安装的摄像头拍了下来，传输到了监控室里。我正坐在老板椅上，看着这些研究员冷笑，还挺有兴致。那好啊，那就给你们个机会，慢慢讨论。我让自走机械将安全屋的大门用钢条封死了。既然想要躲在里面，那就不要出来了，省得给自己捣乱。当然，不亲手杀了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因为这些无足轻重的人增加自己的红名值。我自己则带着自走机械在实验室里搜刮了起来。实验室里除了部分比较珍惜的培养组织之外，大部分都是服务器和各种实验数据。虽然数据库都有密码保护，但是在小爱同学的暴力破解面前都形同虚设。太棒了，这么多数据，快下载到数据库里。不，把这些服务器都搬走，一个也不要漏下。众多自走机械立刻将一个个服务器运回了我的车里，而小爱同学也在检查着服务器里的数据。经过一番梳理之后，我发现了服务器里的数据分为3大类，分别是恐龙细胞的培育与繁殖、恐龙的战争化应用研究、恐龙与阿尔法病毒的融合尝试，最后还有一部分是将融合了阿尔法病毒的恐龙细胞植入到人体内的尝试。这些人还真能做大事，居然想要把恐龙的基因与病毒和人类的基因融合在一起。他们想要干嘛？制造恐龙战队？此时，半岛上的那些玩家仍然在山岭与峡谷之间穿梭。半岛上地形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山岭陡峭，峡谷深邃，不光地形崎岖难行，经常走入死胡同需要绕路，周围的密林里更是时不时的冒出一些巨大的野兽袭击他们。只短短1个小时，就有足足20多名玩家被干掉，更多的玩家则受了轻重不同的伤势，并且混战时难免出现误伤。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就打了起来。躲在角落里的赵婉婉看着区域频道上不断飘过的死亡讣告，心中一阵的后怕。要不是我提醒，他恐怕也陷入了玩家们的内战之中了。怪不得不让我深入里面呢，原来里面这么危险。我看着山谷之中乱成一团的玩家群体，不由得摇了摇头。没什么事情的我心情也好了不少，久违的来到了厨房，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鱼大肉，让原本生活就不怎么富裕的阿伟和阿雅吃得满嘴流油，差点连骨头都嚼碎了。临睡前，我还特意去看了看莉莉丝留下来的蛋，发现那个蛋上出现了一些细密的裂纹，看样子孵化距离不远了。阿伟和阿雅也很高兴，等莉莉丝转生成功，就意味着他们很快就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阿雅的白血病也就能够进行治疗了。两人兴奋一夜未眠，在半夜时分，我忽然被一条提示系统叫醒了。北方100海里之外出现一支舰队，正在向着恶魔岛方向驶来，准备停泊在恶魔岛，请做好应对准备。注意，旗舰末日方舟号上搭载着联合制药的董事会成员和部分高层。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那可是联合制药的高层，这要是如果能抓住几个作为人质，那自己手中的牌可就多了。总要试试，万一成功了呢？我派出了全球鹰，为了保险起见，用了最高的巡航高度1.8万米进行高空侦察。这个高度通常来说足够安全了。全球鹰向着北部区域飞去，寻找着来袭敌人的踪迹，而我则匆匆忙忙地跳下了指挥翼，准备趁着这个时间抓紧地查看着车内的情况，装填导弹，检查物资，准备作战或跑路。我刚一走下座位，感觉撞到了什么东西上，我没料到在宽阔的过道上居然还能撞到东西。此时我想要止住去势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人趴在了地面上。谁这么缺德，把东西放在我脚下了，硌死我了！快爬开，你快要闷死我了！我低头一看，肚子下面伸出了一双手，正在不断的向前奋力的爬着。片刻之后，一个身高1.2米、满头银白长发的女孩从我的身下爬了出来。走路不会看着点吗？我这么大一个人，你居然看不见？往我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来看你。你是谁呀？等等，你是莉莉丝？你转生回来了？你不是那么高吗？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还算你有眼力，不枉我这么关心你。至于身高吗？只是一点意外，不要太在意，我会慢慢修复。对了，你妹妹呢？都说了是一个意外，以后会慢慢解决的。指挥官，看这里！我好奇的扭头，看到小爱同学在球形屏幕上打出了一长串文字。莉莉丝小姐因为计算失误，导致在转生的时候和莉莉娜小姐融合成为了一个整体，而两人合体之后所需要的营养量远超正常两人营养标准，超出了莉莉丝小姐实现准备的营养药剂。后来由于营养不足，莉莉丝小姐最终无奈提前破壳而出，这也导致了莉莉丝小姐的体型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需要提醒指挥官的是，莉莉丝小姐虽然从体型上看和12岁左右的小女孩差不多，但是莉莉丝小姐的身体是经过多方计算的最优解，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尽管由于早产而没发育完全，但
但徒手掰弯钢筋，拧开天灵盖还是可以做到的。最后，莉莉丝小姐此时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请指挥官不要试图再询问关于莉莉丝小姐身体的问题，这是为了指挥官的身心健康着想。我原本以为等到莉莉丝转生完成之后，自己能收获2个妹子来着，一个制图机，一个护卫，结果就因为一个技术失误，突然减产，收成一下子缩水50%，简直是血亏。我说过了，我会想办法把它从身体里切割出来的，这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仿真身体培育技术，下一次一定能成功。听到莉莉丝这话，我长出了一口气，对于莉莉丝的技术实力，我还是放心的。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什么？那怎么说呢？这具身体呢，由于你也提供了部分关键技术支持，所以从生理角度上讲，这具身体是你的女儿。这里有一句忠告，不可以跨过伦理的边界哦，对不对，爸爸？正在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小爱同学忽然出声打破了沉静。指挥官，全球鹰发现了史莱的舰队，你要不要看一下？发现敌人了？在哪里呢？让我看看。